你是否感到沉重？这并非来自工作或责任的重量，而是一种无形的负担，由你周围所有人的期望、意见和戏剧所构成。你是否曾注意到，似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全身是你的决定，质疑你的底线，并在你生活的控制台前索要一席之地？你终日穿行于他人敏感情绪的类区，斟酌每一个字，一面谋反，一面失望，至未被接纳。这种持续身处法庭的感觉，自己即使被告又是为自身存在辩护的律师，是最微妙的牢笼。而真相是你自己把自己关了进去，为了换取那份永不到来，或即便到来也仅持续一瞬的认可，而交出了内心平静的钥匙。你灵魂深处感受到的那份疲惫，并非源于努力，而是源于表演。你成了自己故事里的演员，扮演着别人为你写好的角色。醒来，戴上从不让父母失望的孩子的面具，随时待命的朋友的面具，从不说不得专业人士的面具。每一次互动都更多地榨干你的生命能量，因为它不真实，它是一种算计，一种为了被喜欢、被赞同的策略。结果是日益增长的空虚，一种与真实的你与你真正渴望之物的脱节。你活在一种被动的反应状态中，像一艘雾多之舟，被他人需求和评判的波浪推来丧去。这不是生活，这是舞台上的苟延残喘。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出路呢？一种如此深刻而有效的力量，它不需要对抗、争论或戏剧性的宣告，一种能让你完全收回对你的能量、专注和平静的控制权的方式，其运作并非依靠喧嚣，而是依靠一种无声而无情的精准。这便是我们这次相遇的承诺，这无关学会战斗，而在于学会不卷入那些不属于你的战争。今天你不会得到模糊的建议，你将受到一份操作手册，一份我称之为历10项无声的提出的使用指南。这是对你生活进行的事，此外可手术式切除，只在移除所有削弱你的东西，无需请求许可，也无需观众。这是一段将你转变为自己堡垒的沉默建筑师的路程。作为你收回控制权的第一步，一个对即将开启的路程的承诺行为，请点赞以确立这个决定。订阅以免错过这次建设的任何一步，并在评论中宣告你的意图，写下你从那个城市开始这场转变，好让我们知道堡垒正在何处被梳理。这是你作为建筑师的第一个行动。我向你提议的解决方案，不是为你冲突武器库增添的新武器，恰恰相反，它是战略性的卸甲，是发现最绝对的力量在于你拒绝参与什么。我们称之为战略性沉默，一种在生活中做出关键举动却无需舞台或背景音乐的刻意艺术。在一个尖叫要求你对一切发表意见，并以你的反应能力来衡量你价值的世界里，沉默成了一种反叛行为。它是你无声的独立宣言，它意味着明白你的能量是有限而神圣的资源，你没有义务将它浪费在无谓的争论、智慧剑顺的关系，或为了一群多半只对戏剧感兴趣而非你复制的观众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上。让我们重塑无声提出的含义。许多人会将其与软弱、逃避或臭名昭著的断崖式分手 ghosting 混为一谈，他们错了。我们再次讨论的并非懦弱之举，而是一场灵魂的外科手术，是一位无情疗愈者的行动。他走过你生命的花园，已经准确不是生长的方式，拔除杂草，好让花朵的意绽放。没有愤怒，没有戏剧，只有一个清晰而最终的决定。你不是在逃跑，你是在重新分配你的资源。
你成为你内在堡垒的守门人，评估每一次互动，不是看起冲突的潜力，而是看起对你平静与力量的贡献。这是最高形式的自控，无需他人批准甚至知晓，就能重塑你现实的能力。这不是现代的发明，它是一种心智技术，一种被灵魂最伟大的战略家们实践的古老智慧。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他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并非以骄悍和反应来统治，而是以深刻的内省和自控。在他的《沉思录》中，他为自己而非为世界书写关于如何保护他的内在城堡免受外部混乱的侵扰。他明白，真正需要统治的帝国是自己的心智。通过采纳战略性沉默，你不仅是在遵循一条建议，你是在与一条由男男女女组成的传承保持一致。他们都发现了静默并非空悟，而是所有真实、持久力量的源泉。现在，让我们开始切触。第一项提出，也是所有其他提出所以来的基础，是这个：提出为你的选择边界的需求。你的不本身就是一句完整的话。你决定转换职业不需要一个批准委员会，你需要肚子度过1万，不需要医疗证明或精心编造的借口。你被条件化地相信，你的决定只有在被他人批准后才有效。你欠他们一个详细的解释，为每一个你为自己幸福所做的举动进行论文答辩。这是你必须关闭并锁上的第一座堡垒大门。从今天起，要明白，你的平静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项目，你的选择是你的，不受大众投票的约束。这里的内在冲突是巨大的，因为边界的需求甚至根于我们对归属感的渴望和对评判的恐惧。我们害怕一个没有解释的不会被解读为攻击、粗鲁或个人拒绝的行为。你内心的讨好型人格在尖叫。如果你不提供一个可接受的理由，你就会被抛弃、被批评、被排除在社交圈之外。这个声音是一种古老不安全感的回响，一种相信你的价值取决于你为他人提供便利的能力。与之决裂看似一种社交背叛，但实际上，它是对自己最纯粹的忠诚行为。当全世界似乎都要求你用借口填补沉默时，保持沉默需要巨大的力量。把你的生活想象成一个主权国家，有它自己的法律、文化和政府，你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现在想象一下，对于你内部颁布的每一项法律，我需要更多时间阅读，我要节堂，我不想再参与八卦，你都必须在你社交生活的联合国体交易分动议，等待所有人投票赞成。那将是混乱。没有那个主权国家会请求别国批准来定义其内部政策，它只是定义它们，并通过其行动来传达。同样，你关于如何管理你的心智、你的时间和你的能量的决定，是你切近属于你。他们不需要外部大师的理解才能合法。当你决定谁可以进入你的国家时，你不会向被拒绝的移民解释你所有的移民法典。这个决定是你内部法律的反应，而非人身攻击。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能量准入。你的不是指向他人的武器，而是保护你主权的盾牌。当你停止边界时，你不会变得冷漠或难以接近，你变得清晰。人们学会尊重你的边界，因为他们是一直切不容商量的。他们一开始可能不喜欢，但你长期赢得的尊重，尤其是对自己的尊重，远比你通过过度解释获得的暂时认同要有价值的多。因此，联系完整的不。当有人请求你做某件侵犯你平静或计划的事情时，简单的说：“谢谢你想到我，但我去不了。”结束。没有附加说明，没有关于不存在的约会的编造借口。你没这样做一次，你就加固了你内在堡垒的结构。你教导自己和世界，你的时间是一个圣殿。当你无需外部验证就能掌控自己决定时所感受到的力量，
是所有你心得无声自控生活将被建立于其上的基础。这是你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权利行为。第二项提出是最困难的之一，因此也是最解放的之一，无声地提出那些消耗你能量的关系。审视你的社交圈，不是用心，而是以战略家残酷的程式。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些人，每次会面后都让你感到精疲力竭、焦虑或被贬低？他们是不是那些在戏剧、负面情绪或微妙批评中茁壮成长的朋友、家人或同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理解一个基本真理：你没有义务维持这些联系，你唯一的义务是保护你的生命力。提出这些关系不意味着制造一场闹剧，进行一次最后的争吵或宣布你的吃开，它仅仅意味着停止给库斯的职务缴税。这里的冲突在于一种错位的忠诚和内疚感。但他是我童年的朋友，但这是我的家人。你想，社会教导我们，一段关系的长就是其价值的标志，但这是一个谬论。你喝了10年的都要并不比你昨天喝的都行效。内疚感地狱着，你正在做一个皮朋友，一个不孝的子女，一个自私的人。对孤独的恐惧尖叫着，有度的陪伴总比没有陪伴好。这些是你就牢笼的守护者，与他们决裂要求你重新定义忠诚。真正的忠诚不是对他人，而是对你正努力成为的那个更好的自己。采纳愿意打事的心态。他每天早晨走过他的花园，他不很杂草，他对他们没有愤怒，他只是明白他们的存在阻碍了他的花朵、他的果树、他最珍贵的植物获得茁壮成长所需的光、水和养分。他把除杂草的行动不是对杂草的攻击，而是对花园其余部分的热爱行为。你就是那个花园，你的热情，你的内心平静，你的目标，这些是你的花朵。消耗你能量的关系是杂草，一出它们不是恶意，这是最纯粹的灵魂愿意。想象你的能量如同一个有限的100升纯净水储备，你每天在沙漠中携带着它，每一次互动都是一口井，有些井是自流井，你给1升，收回2升，感觉更有活力，更精神焕发。另一些是中性井，但还有一些是沙坑，又看不见的泄漏。你带着你珍贵的水桶来，到下5升的谈话、支持、关注，却除了感觉桶变轻，身体更累之外一无所获。你出于习惯，出于责任感，甚至可能出于怜悯，不断回到这些感和的井边。沉默的建筑师愿意大事，认识到了这个泄漏，他不会去干涸的井边对他大喊大叫，或宣布他再也不会回来，那将是浪费更多的水。他只是默默地在第2天改变他的路线，他停止探访拿口井，他将他的水中心导向那些能补充他的源泉，导向那些能结果的植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喜剧或冲突，他的能量储备不仅稳定下来，甚至开始溢出。他在沙漠中创造了一个私人的绿洲，一个力量与活力的所在。他在干净旁的确息就是信息，他的繁荣就是宣言。所以，从今天开始，找出你生活中这样的一个能量消耗点，你不需要在社交媒体上拉黑他或删除号码，仅仅是停止主动联系，恢复得更慢、更简短，将你本会花在那次互动上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导向到滋养你的食物上。一本书，一次散步，一个个人项目，让这段关系默默地饿死。它留下的空间不会是空虚，而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更健康的关系和更深的内心平静中将有空间在哪里成长。这是拯救病人的外科手术。第3项外科手术式的提出是溢出关于他人生活的八卦和意见。这可能看起来无害，
甚至是一种建立练习的方式。但你每花1秒钟讨论、评判或猜测别人的选择，都是从你自己的路程中切取的1秒钟宝贵的精神能量和时间。八卦是灵魂的慢性毒药，它训练你专注于外部，在他人身上照例亦获得暂时的优越感，并生活在一种持续比较的状态中。沉默的建筑是明白他的大脑是一个建设工具，而不是别人戏剧的垃圾桶。他将他的注意力从他人生活的马戏团中手挥，专注于自己城堡的建筑。内在冲突很强大，因为八卦是一种强大的社交货币。参与其中让我们感觉被包容、消息灵通。拒绝参与可能导致孤立，或被视为傲慢或不感兴趣。此外，评判他人可能是一种防御机制，以避免审视我们自己的缺点和不安全感。指责同时，失败的恋情比承认自己家中的孤独要容易得多。批评朋友的职业转变比直面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停止要简单得多。因此，放弃八卦是双重行为，它需要力量去从一种普遍的社交事件中脱离出来，也需要勇气将这种焦点转向内部，转向真正重要的工作。使用摄影师对焦的比喻，摄影大师知道，要是一幅图像强大，焦点必须清晰地对准其主要对象，而北京可以模糊。你的生活、你的目标、你的平静，这是主要对象，他人的生活是背景。八卦师故意将背景置于焦点的行为，是你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幅模糊而不重要的图像。每当你参与关于谁做了什么的对话时，你都在将镜头从自己身上移开。沉默的建筑师会激烈地保护他的焦点。当有人试图把他拉入八卦时，他不会对抗，他只是用一个问题或一个微妙的转移重新调整镜头。想象你的精神能量就像电脑的内存 RAM， 它是有限的。八卦和对他人的生活的担忧，就像你浏览其中打开的几十个无用标签页，消耗超处理能力，使整个系统变慢，无法运行真正重要的程序，你的项目、你的学习、你的自我意识。当有人开始八卦时，想象自己默默地关闭了其中一个标签页。你可以通过转换话题来做到这一点。有意思，不过告诉我你的那个项目怎么样了，或者只是提供一个中立的回应，不给火上浇油。我明白了，希望他一切顺利。你不评判八卦者，你只是拒绝将他的戏剧下载到你的系统中。受惠那份能量。今天，当八卦的机会出现时，练习无声的克制，观察参与的冲动，认识到它，然后让它过去。感受不要钩所带来的力量，用你借剩下来的精神能量来计划你的第二天。读一本书的一段，思考一个你自己的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对他人生活的意见保持沉默，你终于开始听到自己直觉的声音。你清除了噪音，以便你灵魂的信号能被清晰地听到。这是通往心智清晰的道路。第4项提出对长期成功至关重要，提出宣告你行动的需求。无论是一个新的饮食计划、一个新项目、一个搬到新城市的计划，还是学习一项新技能的决定，在你向世界宣告你意图的那一刻，你就稀释了它。你用过早的验证和掌声满足了你的自我，而这种暂时的满足感往往取代了执行计划所需的记录。世界不需要知道你的计划，它需要看到你的结果。沉默的建筑是默默地一砖一瓦地建造它的大教堂，噪音只在最后，当中声敲响宣告工程完工时才会出现。让你的成功成为你的噪音，
内在冲突在于宣告我们的计划会给我们带来即时的多巴胺，我们得到点赞、鼓励的话语，感觉好像我们已经完成了某件事，而实际上我们只是谈论了它。这种现象被称为社会现实。心智将计划的社会认同与实际的进展混淆，从而降低了从事真正成就所需的艰苦、孤独工作的动力。此外，宣告你的行动会招来审视、不请自来的意见和压力。突然之间，你的个人计划成了一场公开表演，而在众人注视下失败的恐惧可能会让人瘫痪，常常导致完全放弃。把你的目标想象成虫子，一颗虫子需要冲在黑暗的土壤中，在沉默中才能发芽。如果你在它生根之前就把它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它就会死去。你的宏伟计划就是这些虫子。过早的宣告，他们就像每天把它们挖出来看它们是否在生长，这种行为保证了他们的失败。你必须在沉默和持续行动的废物黑暗中保护你的雄心，用工作而非言语来浇灌它们，让根深入，让茎子既破土而出。没有人需要知道你正在培育的花园，直到它准备好收获。一个伟大帝国或一件伟大艺术品的建设过程很少是喧闹的事件，它是日复一日单调看不见的工作，是独自在房间里的作家，是离明前训练的运动员，是夜晚分析电子表格的企业家，是成千上末消失的无声努力，换来每一个公众荣耀的时刻。通过私下为你的目标工作，你给了自己调整、失败、学习和转向的自由，而没有外部评判的重复。你用进步的内在满足感取代了对外部验证的需求。工作本身成了奖赏，而非它可能产生的掌声。所以，为你自己选择一个重要的目标，并且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要告诉你的挚友，不要告诉你的伴侣，也不要告诉你的社交媒体，让它成为你神圣的秘密。将你本会花在谈论它上的能量，转化为迈出真实第一步的能量，无论多么微小。写下第一页，上第一堂课。创建商业计划的第一份草稿，感受作为自己宏伟潜能的唯一知情者所带来的力量。通过默默行动，你并非不合群，你是在成为自己生命的大师级战略家，建造一个见识的未来，而非一个言语的沙暴。快讯，在我们进行下一次外科手术室切除之前，一个特别的邀请。如果你感觉这条信息在深层次上与你产生共鸣，如果你是哪些真正认真并致力于这一转变的人之一，请考虑我接下来说的话。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仅仅是个开始。对于那些希望更进一步将这些概念转化为坚不可摧的日常时间的人，我创造了一些东西作为你的下一步。点击播放列表，了解一个高级训练。我们将在其中深入探讨沉默建筑师的工具，这是为那些准备好停止观看并开始建设的人准备的。现在回到我们的手术中，第5项无声的提出是你对他人混乱的情绪反应。世界是一个持续上演风暴的舞台，政治危机、名人戏剧、社交媒体恐慌、同时的愤怒、家庭成员的焦虑。你被条件化的相信一个好公民，一个好朋友是那个参与其中、感同身受、投身于这些风暴的人。但沉默的建筑师就像一座灯塔，它坚定而明亮地矗立在岸边，观察着狂暴的波浪拍打下方的岩石。它不去组织海洋，它只是保持亮着，提供一个稳定和光明的电。它的功能不是与他人一同溺水，而是证明不溺水是可能的。内在冲突在于，共情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而不反应可能被误解为冷漠或冷酷。我们感到一种压力，要去关心，去表现出我们对当下的混乱情绪上有投入。
如果我们不表达与群体情绪一致的愤怒、担忧或悲伤，我们就有被视为麻木、不仁或自私的风险。然而，慈悲的共情与情绪传染之间存在着关键的区别。慈悲的共情说：“我理解你的痛苦，如果可能，我愿意从一个有力量的位置来帮助你。”情绪传染说：“你的痛苦现在是我的痛苦，现在我们都在溺水。”后者对谁都没有帮助。想象你是一名极真实的外科医生，你面前的病人正在恐慌、流血、害怕。如果你作为医生开始和他一起恐慌、大喊大叫，感受同样的恐惧，你还有什么用？毫无用处。你的效用恰恰来自于你在混乱中保持冷静、专注和客观的能力。你认识到病人的混乱，但你不内化它。这种冷静不是缺乏关心，它是最高形式的关心，是它让你能够精准地操作并拯救生命。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必须成为自己情绪的那个外科医生，观察外部的混乱，但不允许它污染你的内部守住室。你的神经系统并非设计用来适时处理地球上所有的危机，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今天的社交媒体和新闻周期创造了一个人为的环境，使我们处于一种永久的警觉和激动状态。沉默的建筑是可以选择它的参与点，它不是物质，它是选择性的。它明白它的影响权和它的担忧权之间的区别。如果它不能直接影响一个结果，它拒绝让对那个结果的担忧摧毁它的内心平静。他为他确实能大的张保留他的情绪能量。这里的时间是神圣的暂停。当面对一则两人的新闻、一封愤怒的邮件或某人的情绪爆发时，不要立即反应，而是停下来，深呼吸，在刺激和你的回应之间创造1秒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问问自己：这是我的风暴吗？我的即时反应会有助于情况，还是只会把我拖下水？大多数时候，答案是后者。通过拒绝反应，你并非变得被动，你成为一个战略观察者，保留你的冷静，以便能有效的行动，而非仅仅是混乱的反应。你的平静成了盾牌。第6项，提出食物用信息的消费。我们生活在信息飞胖的时代。我们被无尽的新闻、状态更新、病毒视频、电击诱饵文章和通知所轰炸。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相反，它们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降低我们深度专注的能力，并用一种持续的背景噪音填满我们的头脑，使我们焦虑和精神疲惫。沉默的建筑是将他的注意力视为他最宝贵的资产。他明白，你将注意力导向何处，何处就会在你的生活中成长。因此，他成为他信息流的无情策展人，提出所有不能教育、启发或赋予他力量的东西。冲突是著名的错失恐惧症 （FOMO）。我们相信，我们需要不断地了解一切，才能成为消息灵通的公民或社交对话中的相关参与者。社交媒体平台和新闻应用的成瘾性设计，利用了我们的这种不安全感，创造了一个强迫性检查的循环。断开连接感觉就像我们在把自己置于不利地位，好像我们会变得物质或无关紧要。实际上，恰恰相反。通过消费更少的随机信息，你为消费更多与你目标相关的深度知识创造了必要的精神空间，从而实际上变得更智慧、更有效。把你的心智想象成一个图书馆，每天一辆送货卡车带着成千上万的书、报纸、杂志和传单来到你的门口。你可以试图接受一切，把材料随意地堆在走廊里，造成一片混乱，无法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你可以成为熟悉图书官员，你站在门口检查每一项。这本关于魅德的古老哲学书
是的，请把它放在智慧区。这本关于名人的八卦杂志。不，谢谢。举手。这段猫丹钢琴的视频有趣，但举手。做一个信息策展人并非关于物质，而是关于为你允许占据你心智空间的东西设定最高的质量标准。时间是一种可以的信息介释。从一次城市的审计开始，你花多少时间滚动无尽的信息流？那些信息源在你消费后总是让你感觉更糟。现在开始提出，取消关注那些只发布负面或肤浅内容的账户，关闭所有应用的通知，除了最必要的，为查看新闻或社交媒体留出一天中特定的时间，而不是让他们随时打断呢。你不是在与世界隔绝，你是在选择以你自己的方式与它互动，以一种服务于你目的而非破壁它的方式。这项提出的结果是清晰，你那曾经嘈杂分散的心智变得平静而专注，你专注于复杂人物更长时间的能力急剧增加，你开始有原创的想法，因为有空间让他们出现。通过提出信息垃圾，你创造了一个真空，而自然，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淹没真空。这个空间将被更深邃的思想、更强的自我意识和与你真正目标更紧密的联系所填补。你用对少数真正重要事物的深刻智慧，还去了对许多事物的肤浅了解。第七项无声地提出适应的所有争论的需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断面临辩论、纠正他人、证明自己正确的机会。无论是在关于政治的家庭对话中，关于最佳方法的工作会议上，还是在关于琐事的在线评论区。自我渴望这场胜利，他想要拥有最后一句话的满足感，展示其智力上的优越性。但沉默的建筑师知道，大多数这些战斗都是自我的陷阱，在平静和能量方面代价高昂。他学会了区分寻求真理的富有成效的讨论和追求统治的自我决斗。内在冲突是深刻的，因为我们的身份感常常与我们的信仰和观点联系在一起。当有人挑战他们时，我们感觉好像受到了人身攻击，本能的反应是防守、反击，并战斗到对方投降或承认失败，放弃一场争论。特别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是对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像软弱或屈服。允许别人赢的争论需要巨大的谦卑和自信，不是因为他们是对的，而是因为你的内心平静必须要正确更有价值。这是在诸经的祭坛上对自我的牺牲，是用无助大师的比喻。真正的大师不是那个寻找战斗的人，而是那个有能力和智慧去避免他的人。他不需要向每一个过路的挑战者证明他的力量。他的自信不是来自战胜他人，而是来自知道他能控制自己。同样，你的智力力量并非通过赢的所有口头小战斗来展示，它通过你辨别那些战斗之的大的能力来展示。大多数时候，最聪明的胜利就是简单的微笑、点头，并为那些真正决定你生命进程的斗争保存你的能量。当你发现自己处于一场正在变成自我决斗的争论中时，联系体面托齿的技巧。这并非说你赢了，那可能会有条信性，而是使用一些能肯定对方有权持有其观点，同时又不否定你自己的短语。比如，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我会思考一下，或者我理解你为什么这样看问题，或者干脆我们可以同意在此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这些短语是桥梁，不是墙。他们结束冲突，而不宣布胜者或败者，让双方都带着尊严吃开。但更重要的是，让你带着你的平静吃开。记住斯多葛的格言：你对你的心只有力量，而不是对外部事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找到力量。你无法控制别人的看法，无论你多么有逻辑，多么口才出众。
你唯一能控制的是你决定是否继续将你的能量投入到这种徒劳的尝试中。通过提出应得的需求，你一无所失。相反，你赢得了一切：时间、能量、内心平静，以及那些能使别出一个如此自信，以至于无需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的人的力量的默默尊重。第8项提出，或许是数字时代最微妙、最普遍的，提出对外部验证的追求。这种追求一无属性是表现出来，发布一张照片后强迫性的检查点赞数，塑造你的观点意迎合群体，选择一个职业、一个伴侣或一种生活方式，基于什么能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而非什么能让你实现自我。这是将你的自尊及分派交给世界来填写的行为。沉默的建筑是从一个内部蓝图来构建他的生活。它的验证来自内部，对自己工作的自豪感，对自己价值观的坚守，对过好一天的满足感，它是内部验证的。冲突在于，我们是社会性生物，寻求认同是一种原始的生存本能。在部落时代，被群体认同意味着安全和生存。今天，这个机制被算法和社交动态所劫持，把它变成了一种慢性焦虑的来源。将我们的价值建立在外部反馈之上，就像把房子建在沙滩上。公众舆论的潮流不断变化，今天呢是英雄，明天你是恶棍。这种依赖使我们变得脆弱、反复无常，并永远渴望一种永不持久的认同，把我们置于一个无休止的表演跑步机上。想象你是一位艺术家，一位画家，有2条路你可以走。第一条是市场画家的路，你研究趋势，看什么颜色和主题卖得最好，然后画那些迎合大众口味的花，来最大化销售和赞誉。你可能取得成功，但你的艺术将永远是一种反应，是别人想要的东西的汇声。第2条是原件卓识的艺术家的路，他画那些困扰他的景象，那些来自他灵魂的图像，无论他们是否受欢迎或被他人理解。他的验证不是来自销售或掌声，而是来自于忠于自己远景的行为本身。沉默的建筑师就是他自己生活的这位原件卓识的艺术家。这里的时间是秘密创作，做一些事情纯粹是为了做的乐趣，没有分享或获得反馈的意图。写一首诗不给任何人看，只为自己学习一首歌的和弦。做一顿美味的饭，肚子品尝。去散步，不拍一张照片。这些秘密创作的行为是对内部验证这块肌肉的训练。他们教你的大脑在行为本身中找到奖赏，而不是在它产生的反应中。你正在重塑你的奖赏系统，将快乐的圆圈从外部移到内部。当你从对外部验证的需求中解脱出来时，你达到了少数人所知的自由水平。你的决定变得更大胆、更真实。你不再害怕与众不同，你的自尊成了一块掩饰，不受他人意见潮流的动摇。你成为自己生活的唯一评判者，自己博物馆的唯一策展人。并且矛盾的是，正是这种不可动摇的真实性，常常吸引来他人最真诚的尊重和钦佩，不是因为你追求他们，而是因为你不再需要他们。第9项无声的剔除是因优先考虑自己而产生的负罪感。我们被教导自我牺牲是一种美德，把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狮子司。这种信念是许多怨恨和浩劫的根源。当我们相对自己说不时却对别人说是，为了满足外部需求而忽略我们的休息，为了活在别人的剧本里而牺牲我们的梦想。沉默的建筑是明白人类能量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你不能从一个空杯子里倒水。优先考虑你的身体、精神和心灵的福祉不是自私，这是为了能对世界做出有意义、可持续贡献的一个先决条件。内在冲突是内疚的声音，
一个强大的自我破坏的代理人。当你终于决定为自己放一个下午的假时，这个声音会地狱，你应该更有成效一些。当你对一个家庭成员设定界限时，他会尖叫，你是个糟糕的儿子、兄弟、父亲。这种内疚是多年社会条件反射的结果，它教我们用我们为他人服务的水平和牺牲来衡量我们的价值。克服它需要对好人的含义进行激进的重新定义。一个好人不是那个点燃自己来温暖他人的人，是那个保持自己的火焰燃烧，以便他的光能引导他人的人。使用飞机上氧气面罩的比喻，只是事情稀切普刮的，在施压的情况下，先戴上你自己的面罩，再去帮助他人，包括你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如果你隐却养而运道，你对谁都没有用。这不是自私的知识，这是最合乎逻辑、最富同情心的知识。你的生活也遵循同样的原则，你的休息、你的心理健康、你独处和反思的时间，这些是你的氧气面罩。现代上，他们不是对他人疏忽的行为，这是确保你有栖息在他们真正需要你时，为他们坚强的在场的唯一方式。时间是与自己定下不可协商的约会，就像你安排一个重要的工作会议或医生预约一样，安排你的恢复时间。在你的日程表上锁定1个小时用于什么都不做，标记出阅读时间或自然散步，以对待与老板或客户的约会同样的严肃态度来对待这些约会。当有人要占用这段时间时，你可以诚实而简单地说，对不起，那个时间我已经优越了。这个约会是与你生活的 CEO 你自己，你在教导自己和世界，你的充电不是奢侈品，它是你工作计划中不可协商的一部分。提出这种内疚会改变你，因过度付出而来的怨恨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来自富足而非义务的慷慨。你真正为他人付出的能力增加了，因为你不再靠着能量储备的红线运作，你成为一个平静、稳定的能量来源，而非一个精辟理解的寻道者。通过允许自己优先考虑自己，你矛盾地变得更有能力以一种更强大、更真实的方式为他人服务。你成为自我关怀是关怀世界最基本形式的证明。最后，第10项也是最后一项提出等待对的时机来改变。你对自己说过多少次，我周一开始锻炼，等我有了更多存款就辞职，等他生日派对过后，我就远吃这段有毒的友谊。这种拖延是最微妙的自我破坏形式之一。对的时机是一种幻觉，一个我们为了保护自己面首改变的恐惧和卜卦而创造的神话。真相是，条件永远不会完美理想，总会有一个借口、一个障碍、一个推理的理由。沉默的建筑师知道，他唯一拥有的时刻就是现在。转变不是从明天开始，而是从下一个决定开始。内在冲突是我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与我们对实现这一过程的恐惧之间的战斗。改变是不舒服的，它需要努力、风险和失败的可能性。等待对的时机是一种享受改变的想法，而无需付出期待界的方式。这是一个舒适的幻想，让我们能留在我们的舒适区，即使那个区域是一个充满痛苦和停止的地方。与之决裂要求我们接受行动的不完美。在健身房的第一次训练会很笨拙，第一次艰难的对话会不完美，一个新习惯的第一天会很困难。等待只是伪装成深深的恐惧，把改变想象成不是从悬崖上跳下，而是转动一艘巨大的远洋轮。你不会等船在风平浪静、顺风顺水时才开始转动舵轮，你现在就开始转动它。在风暴中，在你所在的地方，
方向的改变一开始几乎察觉不到，1度，然后2度。最初的移动很小，但正是它经过数公里的航行，将船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地。你的生活就是那艘远洋轮，不要等待完美的海洋，今天就开始转动舵轮，以你渴望的方向采取最小的可能行动。完美不是目标，行动才是。你的转变不是从一个宏大的戏剧性姿态开始，它现在就开始，用一个无声的决定。力量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有一个单一的步骤启动的过程。与其计划提出所有有度的关系，不如今天对一个人恢复得更简短一些。与其计划全面改革你的饮食，不如在下一餐喝1杯水，而不是苏打水。与其宣布今年要读50本书，不如今晚读1页。沉默的建筑是知道，帝国的建立不是靠一天的灵感，而是靠多年日复一日毫无光彩的执行。对的时机是神话，时机就是现在。所以这是你最后一次外科手术室切除。提出你需要更多时间、更多信息或更多许可，才能开始构建你想要的生活的幻觉。你已经拥有了迈出下一个微笑步伐所需的一切，欠力执行，适于足下，而那一步不是明天迈出，是现在。通过内化这个真理，你从等待的瘫痪中解脱出来，进入强大的行动流。你停止成为未来的规划者，而成为现在的建设者。正是在现在，切近在现在，你的内在堡垒才得以真正的一转一挖，无声的被梳理起来。你走到了这里，你经历了10次切除，感受了每一次真相带来的补刮，并瞥见了另一边的力量。这些不仅仅是规则，它们是你内在堡垒的要理。沉默的建筑师之路，并非关于成为一个冷漠或疏远的人，而是关于成为你自己火焰的凶猛守护者，是关于明白你的能量、你的专注和你的平静是你拥有的最神圣的资源，而现代世界就是设计来窃取它们的。从混乱的暴露到无声的建设的路程，是与一个单一的决定，一个你停止请求许可去过自己的生活，并简单的开始以你自己的方式，以一种可以的冷静来生活的转折点。你的转变不是明天开始，它现在就开始，在此时此刻，用一个在你灵魂的静默中回响的决定，作为你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可以控制的行为。作为你听到并理解了今天信息的宣言，我邀请你与自己签订一份合同。拿起这个无声的决定，把它变成一个公开的里程碑，到评论区写下，不是为我或为他人，而是作为对自己的提醒。我的诸境不容上阙，让这些话成为你承诺的印章，你心堡垒地基的第一块石头。如果这条信息引起了共鸣，也请留下你的赞，不是作为虚荣的指标，而是作为一个有一位建筑师加入建设的信号。现在看看评论，你会看到像你一样的其他宣言。你并不孤单在这段旅程中，我们是一个由沉默的建设者组成的社群。为了证明你是这个内部圈子的一部分，为了现实你的注意力和记录，把你带到了最后，也请评论我看到了最后。如果这条信息使你强大，不要只留给自己，分享这段视频，成为另一位在噪音中溺睡的人的灯塔，帮助把钥匙交给那个仍然被困在自己堡垒之外的人。订阅频道，确保你继续受到这项工程所需的工具。建设才刚刚开始，默默行动，让你的平静成为你的噪音。